大家好，我是大唐。老话说得好啊，有心拜年15不晚。今天正好是正月15，在这里我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各位晚年幸福。今年春节期间又有多部贺岁片在国内上映，票房最好的就要数贾玲执导主演的《热辣滚烫》，总票房突破了27个亿。不过这两天讨论最多的不是这部喜剧片好看不好看，而是贾玲震撼的减肥记录。一年准确说是8个月，就减掉了100斤。这100斤是什么概念？根据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国成年女性的平均体重是59公斤，也就是说，贾玲几乎减掉了一个成年女性的体重。尝试过减肥的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减100斤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8个月之内减掉100斤，那更是难上加难。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赶紧去看了看《热辣滚烫》的预播片。一方面原因是我蛮喜欢贾玲上一部作品《你好，李焕英》的，其次就是想看看减掉了100斤的她是个啥模样。说实话如果没见过贾玲以前照片的人，你可能觉得电影里这身材也就是个普通人如果按演员的标准，并不算很瘦。但是如果你把《你好，李焕英》里的贾玲和《热辣滚烫》里的贾玲放在一起看，你就会惊掉下巴。咱不说这剧情怎么样我就是特想了解这贾玲是怎么减下来的。贾玲她自己在各个媒体都坦言，说自己是改变饮食结构才瘦身成功，而且这个减肥特别的健康，每天几乎只吃纯全麦面包，什么都不加，最多再吃些坚果。但是我从最近她的这个视频采访中发现贾玲几乎就没笑过，即使笑也是那种暗含苦衷、特别不自然的这种很生硬的笑，好像她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完全是为了配合电影发行强颜欢笑。我这人是个俗人从我的角度看，一个人如果失去了饮食这个乐趣，那会变得相当痛苦。戒掉碳水和饮食的过程会带来强烈的戒断反应，人会感到头昏、心悸、出虚汗、走路打晃，还有内分泌失调等诸多问题。我完全想象不到如何在1年之内能够健康的减掉100斤。不过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贾玲同志减肥成功的这段时间恰好就和最近的一款神药的崛起重叠在了一起。这个药的名字就叫司美格鲁肽。要说这司美格鲁肽是不是神药，我还真有点发言权。因为我身边的一位至亲，也就是我爹地，他老人家去年尝试过这个药，当时还挺贵，4针大概1500块人民币，结果1个月减了25斤。后来他觉得减的足够了，就没接着打下去。我一算，这老爷子要是连打4个月，那也减100斤了。你说这是不是神药？反正我以前真没见过效果这么好的。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老爷子，这减肥药都有副作用，你有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呀？他的回答是没啥不舒服的，就是没食欲，嗓子眼老觉得堵得慌，看见什么都不想吃。他的这个回答着实让我惊着了，没有戒断反应。戒断反应是很多人戒毒不是戒食最大的障碍，大部分不成功的人都是因为忍受不了戒断反应，最后失败了。现在居然横空出世了一款药，能够让人没有痛苦的减肥，还有这好事儿？难道几百年来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就这么解决了？这神药的研发厂商是哪家他家有没有上市？股价多少？带着一大堆问号，我着重研究了发明这个神药的公司以及美股医药板块。今天就和大家从技术角度聊聊这里面的机会。医疗板块作为防守型板块，在2022年的熊市中成为了场内资金的避风港。随着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认同，资金逐步回流到科技股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疗板块没有投资价值。对于保守型的混合基金来说，医药板块依然是重点投资的方向。因此，目前在科技股已经走高、联储明确降息时间表的情况下，
未来6个月，医药板块将成为下一个可以布局的不错的投资选择。同传统行业划分不同，我把医疗板块根据 K 线形态分成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已经开始飙升的明星股，这里面就包括生产司美格鲁肽的诺和诺德以及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以来里里。司美格鲁肽是丹麦药厂诺和诺德2012年开发的，针对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患者的 GLP-1 受体激动剂，但是直到2019年才获得美国药监局 FDA 的批准。2023年全年销售额达到夸张的212亿美元，这是导致诺和诺德的股价从2019年底的25块钱一直涨到上周五的124块钱，4年翻了5倍。这个涨幅在医药板块里绝对堪称大魔王级的表现，也把诺和诺德推到了欧股股王的宝座上。为了打破诺和诺德在这个领域的制霸局面，李来也开始研发 GLP 和 GLP-1 型双受体激动剂替尔博泰。你就听听啊，这名字取得多好啊！替尔博泰就是要代替尔等草民啊。在3期临床数据上，替尔博泰无论在降糖还是在减肥上的效果，都要优于司美格鲁肽。特别是服用替尔博泰的患者，体重减轻10%的概率为司美格鲁肽组的6倍。我就问你，意不意外？开不开心？2023年11月8日，李来宣布，替尔博泰作为减肥药获得 FBA 的批准。在这个黄金的开拓期，诺和诺德与李来龙争虎斗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从李来4季度财报看，替尔博泰收入首次突破20亿美元大关，环比上涨44%，占李来总营收的15%。全年替尔博泰贡献了超过51亿美元的收入，这里面主要是美国以外市场贡献的。由于替尔博泰是双靶点激动剂，适用范围更广于单靶点激动剂的司美格鲁肽，在定价上也比司美格鲁肽低。未来15年甚至20年，替尔博泰都会成为李来最重要的利润来源，特别是在未来3到5年之内。保守分析，如果替尔博泰能给李来带来每年平均120亿美元的收入，那么李来未来几年平均年收入将达到500亿美元，这将足以支撑李来的股价来到$1000。有分析师预期，到2030年，全球减肥药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000亿。李来和诺和诺德作为减肥药的龙头，至少占有6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替尔博泰类药物最终可以为李来带来每年300亿美元的收入，几乎相当于2023年全年的营收。从估值角度说，也就是说到了2030年，李来股价至少要去摸一下1500块钱。目前尽管这2只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但是因为优秀的业绩和巨大的想象空间，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后发的李来在走势上不一定落后于诺和诺德，未来依然拥有上涨的动力。因为降糖药一直是李来的强项，替尔博泰不过是李来众多杀伤性武器中的一支，而李来在未来还有很多款新药可能获批，加上李来强大的产能，虽然诺和诺德有先发优势，但是最终谁将成为武林霸主还未可知。所以如果大家选择追逐龙头的话，那么李来可能是更优的选择，等待李来股价调整到60线附近就可以开始建仓。第2类医药股是发展稳定、长期走势处于上升通道中的一些慢牛股。虽然这些股票很多价格都已经不便宜，但是其上涨趋势依然良好，市盈率也不高，大部分都在10倍到20倍市盈率左右。广大投资者可以趁回调买入，比如 UNH、MRK、REGN、ABBV、AMGN、NVS、AZN、VRTX、ELV、CI，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选择。这里面 NVS 和 AZN 目前都回调到位了，到了一个不错的买点。UNH 目前价格不算高，但也不算低，市盈率21倍左右，稍微高了一点。如果可以跌到480块钱，市盈率回到19倍，那是最好的。MRK 目前股价也偏高，等待回调到115附近建仓为好。REGN 跌到830块钱可以买入。
ABBV 跌到155块钱买入。AMGN 如果可以跌到260到270的这个位置啊，也可以买入。VRTX 跌到370块钱是个不错的买点。如果大家对于这些具体的个股有选择困难的话，也可以去考虑包含这些股票的 ETF。目前市场中有三只包含大医药的 ETF， 它们是 IXJ、VHT 和 XLV， 都是不错的标的。如果你对市场中的龙头礼来更加感兴趣，可以考虑 XLV， 因为礼来占它投资组合的11%，但只占 IXG 和 VHT 的8%。不过，我建议等这些 ETF 跌回到60日线再买也不迟。XBI 是一只包含小盘生物科技股的 ETF， 最近涨幅不大 ，K 线正处在横盘遇突破的状态。未来联储减息的话，对于小盘生物科技股可能是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关注它。第三类股票是我认为被低估的品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目前有些刚刚走出下降通道，比如 ABT 和 MDT。ABT 2月20长阳突破115块钱的重阻力区，一旦回调走稳就可以 take risk。MDT 2月20刚出财报，早盘被打到年线，但是盘中就被迅速拉起。如果500天线附近被 reject， 那么跌到75到80附近买入是比较稳妥的。下面我们聊聊 PFE 和 BMY， 也就是辉瑞和施贵宝这两只还在下降通道中的老牌医药股。辉瑞公司目前走势极为惨淡，这主要是公司2023年整体营收暴跌41%，净利润大减93%造成的。这其中新冠疫苗销量的彻底崩溃是主要原因。另外，占其营收排名第一的乳腺癌药物也延续了下滑的趋势，而同期公司运营费用却没有减少。基于这些原因，辉瑞的股价从2021年底的61块7毛1一路下跌到最近的25块8，跌幅接近60%。从日线上看，一直被60日均线压制，股价已经跌到了2020年3月那次股市大崩盘的最低点。然而，这里辉瑞的日 K 线走出了一个底高，虽然不能判断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底部，但是在这个重要的支撑位还是走出了积极的信号。辉瑞真正的筑底将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在股价低于60日线3到5块钱左右的地方去做反弹，做到60日线止盈，采取抓深跌反弹来建立左侧仓位，并在中期严密监视其动向。因为像这种底蕴深厚的公司，股价不会像小药厂一样永远跌下去。一旦管理层调整好方向，再回到40甚至50都是很正常的。PFE 辉瑞公司的趋势改变可能需要按周线或者月线级别来等待，但是 BMY 施贵宝公司的趋势反转可能就在眼前。目前 BMY 的股价也已经跌到了2020年3月46块4的低点附近，并且离2019年的低点45也是近在咫尺。这两个低点组成的 double layers 的支撑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要知道2019年2季度 BMY 的业绩才1块1毛7美元，公布完2季度财报以后， BMY 就迎来了30元的上涨。而同样价格附近的今天，施贵宝的季度财报是1块7美元，2024财年调整每股收益预计为7块1到7块4美元。我们按最低的7块1计算， BMY 的市盈率不到7倍。目前市场上作为稳定盈利的大药厂，没有一家公司有这么低的市盈率，所以我认为 BMY 的股价被严重低估。当然，从技术角度讲， BMY 并没有走出下降通道，但是一买的机会已经不远了。如果股价能够去一次45，那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买点。作为能够穿越牛熊的波段大票，我觉得 BMY 已经进入了一个很好的买入阶段。我期待在未来半年内 BMY 可以反弹到65附近。总结一下，我把医药股根据股性分为3种。第一种是有强大想象空间的伊莱莉莉和诺和诺德。第二种是在上升通道中拥有业绩优良的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主要包括 UNH、
REGN、MRK 等。这个类别的股票数量不少，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可以选择 ETF， 比如 XLV、IXJ 或者 VHT。第三种就是股价超跌，具有巨大的反弹潜力的大型医药股 BMI 和 PFE。我个人更偏向于 BMI。以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对医药板块的一些个人看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再说回减肥，即使神药效果再好，我们还是推崇自然减脂，多运动，多亲近大自然。春节假期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开启健康的新生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